我只是喝了一口酒，立马就吓得全宗的女弟子抱紧身体，更有甚者直接用电焊死自己的动作。我明明是先天混元剑体，还激活了最强9剑仙系统，却被全宗上下口诛笔伐，人人厌弃。只因我是天生绝脉，穷其一生也无法突破筑基。此刻我站在大殿中，那些曾经对我百般呵护的师兄弟，各大长老都用冰冷的目光注视着，就连亲自教导我修炼数年的师尊苏月灵也是一脸冷漠。鹿晗，你今晚便收拾收拾，将小玉峰让给少羽吧。宗内其他地方你随意挑选即可。师尊，切莫如此。那小玉峰我虽然万分喜欢，但毕竟是陆师兄的居所，我不好夺人所爱。少羽不必多言，你喜欢小玉峰去住便是，环境也会影响你的修炼速度。切莫为了繁杂礼节失了本心。那鹿晗天生绝脉，整日在小玉峰无所事事，如此宝地岂不是浪费？少羽明早便搬过去吧。至于鹿晗，我看后山挺适合他的，他在那里也无人打搅他睡大觉。周遭长老和师兄弟师姐妹满眼嘲弄和不屑，当初他们将我捧得有多高，如今奚落的就有多绝情。师傅，我想退出大罗剑宗下山闯荡，请师傅成全。苏月灵一怔，看着拱手鞠躬的我，眼底闪过一丝不忍，似是在回忆过我。这时一旁的梁少羽忽然开口道：陆师兄万万不可！关于小玉峰，我只是随口一说，你切莫意气用事，以此来要挟师尊。那小玉峰我不去便是，他还是你的。我听这话只感觉恶心，我从未想过一个大老爷们能绿茶到这种程度。鹿晗，你以此逼我保留你的小玉峰，可曾想过后果？并无要挟，弟子天生绝脉，已经看透了。与其留在大罗剑宗混吃等死，不如下山去大千世界看看。以鹿晗这天生绝脉的处境，留在大罗剑宗还真就是混吃等死。看来他真的是想下山去看看。我这个亲传弟子的职位，始终是苏月灵心里的一个疙瘩，可毕竟是他当初亲口许下的，若随意罢免，容易落人口舌。如今我自己要退出大罗剑宗，倒也不失为一个解决办法。从此以后，大罗剑宗便只有梁少羽一个亲传弟子，也是唯一的掌门候选人。请师傅成全。我虽然天生绝脉，但我有混元剑体，还有9剑仙系统，喝酒就变强，妥妥的强者模板。没了大罗剑宗禁酒的禁令，下山后喝他个天昏地暗。苏月灵有些迟疑，倒不是舍不得我，我天生绝脉已经没有培养的必要，但就这么答应了，却似乎有些不近人情。这时其他人似乎看出了苏月灵的犹豫。陆师弟有自知之明，这是好事，掌门师尊便随了他吧。天生绝脉确实不适合留在大罗剑宗，可惜了一个好苗子。亲传弟子令还在他身上，需要收回，否则恐被他利用。周围的人你一言我一句，我也猛然想起，随手将亲传弟子令捧在手心。既如此，那便随了你吧。但你我师徒一场，这些零食你拿去，下了山也好生活。言罢，苏灵月丢出一小堆零食在我面前，下一秒，我手中的亲传弟子令便出现在苏月灵手里。太好了，从此以后，少羽师弟就是我们大罗剑宗第一亲传弟子了。的确值得庆祝，少羽峰以后就是你的了。少羽，加紧修炼，需要什么资源就说，我大罗剑宗未来跻身圣地的希望都在你身上了。当我看向梁少羽的时候，对方却假装歉意的说道：陆师兄，实在是对不住，我万万想不到会闹成这般。你不要着急，我这就和掌门师尊说情，让你留在大罗剑宗。少羽，他已经不是大罗剑宗弟子，莫要叫他师兄。鹿晗，既已如此，你且速速下山去吧。下了山，可不要再利用大罗剑宗亲传弟子的身份招摇撞骗，否则饶你不得。我全然不理会这些人，只是冲着苏月灵再次鞠了一躬。多谢师傅成全。说完，我便转身离开，也不去拿那一小堆零食。我穿越来时此生年幼，一无所有，被苏月灵带回大罗剑宗。20年过去，一袭灰布剑袍离开，清清白白。自此以后，我与大罗剑宗再无瓜葛。至于梁少羽的身份，大前王朝的阴谋，我也懒得提，说了也没人信，便随他们自己发展去吧。同一时间，天际楼观星台前，须发皆白的天际楼楼主玉姬子忽然双目一凝，双眼死死地盯着星图之上的诡异星象。那一直未能查出的福源从大罗剑宗消散了。瑶瑶，师傅咋啦？还记得我先前和你说过的大罗剑宗吗？当然记得，这事儿你老人家念叨了20年，说那大罗剑宗只是个二流宗门，却测算出其宗内蕴含一个巨大的福源。咱们探查了20年，也没查出那福源究竟是什么。那福源从大罗剑宗消散了，你速去调查那大罗剑宗发生了什么。如果有线索，无论如何也要拿下福源。师傅，这是多大的福源？统御9州。另一边，我刚离开大罗剑宗，梁少羽没有等到第2天便搬到了小玉峰。少羽，以后小玉峰就是你的了，你是大罗剑宗未来的希望，待得你登上宗主之位，可不能忘了师姐。你也不用自责，那鹿晗早该滚了，一个天生绝脉杂役弟子都不如，却还霸占着真传弟子第1人的身份，简直可恶。我要你帮我办一件事。有什么事你直说就好，你要什么，师姐什么都答应你。找几个可靠的弟子下山，除掉鹿晗，然后将他的尸体带回来给我。怎么，这点小事都不愿意为我做吗？盼日我拿下宗主之位，还希望你陪在我身边，帮我处理宗门事务呢。闻言，王玉娇眼中的迟疑和震惊瞬间消失了。少羽，你放心，师姐一定完成。
虽然王玉娇也发现了先前梁少宇人前和善都是装，但他无所谓，反而觉得能跟着这种性格的梁少宇，日后的发展才会更加顺畅。等王玉娇离开后，一旁的随从忍不住说道：“太子，如果要除掉鹿晗，为何不让我们的人动手，让外人处理，只怕多生事端。”这是他的投名状，自此以后，这王玉娇就是我的人。况且，就算是大罗剑宗查出来鹿晗的死因，那也是王玉娇做的，与我无关。另一边，我下山后便前往了大罗山下30里外的青石镇，随便进了一家酒楼。客官要吃点什么？有酒吗？当然，你要喝点什么酒？我也不知道这个世界有什么酒，也不知道种类不同的酒对系统来说有没有区别。每样各来一坛子。客官，我们这店里可有10多种美酒，各来一坛，恐怕你一个人喝不了。那就各来1碗。不一会，小二就拿来了10几碗酒过来，我直接从第1碗酒开始喝，辛辣入口，我没有感觉到想象中的不适，也许是系统的关系，只感觉通体顺畅，仿佛喝了琼浆玉液一般美妙无比。与此同时，系统的提示音也响了起来，畅饮劣质酒，获得修为1年。我听到系统的提示后，眼前一亮，因为天生绝脉而无法修炼出灵力的丹田，此时竟然出现了不少的灵力。劣质酒1碗就能增加1年修为，照这么说，我一坛子下去，随随便便就是几10年的修为，一天喝1坛子，连喝1个月就是1000年修为。如果再换成好酒的话，那奖励，嘿嘿。我越分析就越是兴奋，很快10几碗就下去了。就这么10几碗酒，我的丹田内已经充斥了别人10几年苦修才能积攒下来的灵力。此时我已经彻底迷糊，直接趴在了桌子上。小二赶紧就跑了过来，客官，那个您这酒钱你打算？他是我朋友，酒钱我付了。来人正是天机楼楼主的徒弟秦武瑶。这位客官，这太多了，多出来的帮我换一些酒带走。下一刻，秦武瑶便带我来到了城外的一片树林内。他望着醉酒的我，心里直犯嘀咕。大罗剑宗唯一发生的事，就是这个鹿晗退出师门，但他天生绝脉，会是师傅所言的福缘吗？忽然，秦武瑶发现我身上有灵力波动，在他愣神的功夫，我的境界便达到了筑基。一个天生绝脉，喝得酩酊大醉，睡了个觉就筑基了，这是个什么奇葩？对于这个世界的所有修士而言，想要获取灵力的办法，只有通过修炼或丹药，又或者奇珍异草。而天生绝脉意味着自身经络根本无法运转，自然也不可能获得灵力。很快，我的修为就到了筑基中期，接着继续增长，没多久就到了筑基后期。一个天生绝脉的人能够获取灵力也就罢了，可这货根本就没有在修炼，只是喝多了再睡大觉，半炷香的时间竟然就成了筑基后期巅峰的修炼者。我苦修3年才筑基，却抵不过眼前这个家伙的一场宿醉。5个时辰后，我醒了过来，此时我感觉脑袋有些疼。劣质酒果然是劣质酒，副作用有点大啊。这时我忽然发现自己的身体有些不对劲。筑基，这就筑基了，不愧是系统，喝1顿酒就筑基，还是直接到筑基后期巅峰。此刻的我相当震惊，1顿酒抵得过别人10年苦修。想想系统激活后这10年在大罗剑宗窝囊成那个鬼样子，我就想给自己一个大耳刮子。就在这时，我脑海里响起系统的提示音：恭喜宿主成功宿醉1次，获得宿醉奖励双含建议。宿醉也有奖励，而且还是整个大罗剑宗，就连掌门苏月灵都没有领悟的建议。我很满意这个结果，1顿酒不仅筑基后期巅峰了，还领悟了建议。紧接着我就忽然发现自己并不是在酒馆里，身边还有另一个人。我擦，你谁啊？你嘀嘀咕咕老半天，就没发现我在你对面吗？我咽了口唾沫，听着人声才稍微镇定下来。刚才光研究系统奖励了，还真没发现对面的秦武瑶。你把我从酒馆带出来的。秦武瑶点了点头，我则下意识低头检查自己的衣服。我没酒钱，是你帮我付了。不止帮你付了酒钱，我还帮你带了好多酒出来呢。秦武瑶说着，随手一挥，一大堆酒坛子就出现在面前。看到酒坛子，我眼睛瞬间就亮了。多谢，酒钱我会还你的。说完，我直接打开一坛酒养头酒馆，想要尽快提升实力。离开了大罗剑宗，我空有混元剑体、九剑仙系统，但境界实在太低，九州弱肉强食，一不小心就可能生死道消，所以我迫切的需要提升境界。这才刚宿醉完就立刻开喝了，这样一个酒鬼真的是师傅口中的福缘吗？此刻我的脑海中正不断的响起系统的提示：畅饮劣质酒获得修为8天，畅饮劣质酒获得修为11天，畅饮劣质酒获得修为6天。怎么这么点？先前1碗酒就是1年修为，这怎么变成几天了？好点的也才10几天，这差距也太大了吧？难道随着我的境界提升，同样的酒带来的奖励提升就越少？看来以后需要找些品质好点的酒来喝才行，现在只能先喝这个了。很快3坛子酒就下去，我也喝得开始迷糊。对面的秦武瑶一阵哭笑不得。鹿晗，你可知道我为什么帮你付酒钱，又带你出来，还给你外带了酒？我醉眼惺忪的放下酒坛，打了个酒。爱情这个东西，谁说的准呢？也许这便是一见钟情吧。秦武瑶嘴角抽了抽，刚想回对几句，忽然秀眉一蹙，扭头看向右侧，树林外30余名男子正朝着这边逼近而来。他们很快便进入到树林，看到我的时候，立刻就确定了目标。我迷糊中看到周围人影绰绰，随即笑道：剑宗弟子果然便是下了山，终究也要杀我。我站起身，随手捡起身侧的一根树枝当作武器。30多名剑宗弟子没有刻意掩盖自己的身份，甚至他们穿着的还是大罗剑宗弟子服，修为都达到了筑基后期。此刻我的心里无比的苦涩。2个一起杀了。听闻此言，我忍不住大笑起来。被宗门彻底抛弃，下了山都不得安生，还要将我灭杀，心中的悲愤到了极点。
满堂花醉3000克，一箭双寒14周。我挥洒着手中的树枝，脚步飘忽不定，看着似是喝多了战力不。剑宗弟子则趁此机会一拥而上。在大罗剑宗看来，我不过一介废人，可就算我这样的废人退出了剑宗，却还是不得苟活。30多名内阁弟子来杀我一个废人，大手笔，大手笔！就在此时，我周身一紧，一突然下，朝着四面八方急脚处，冲得最快的几名剑宗弟子躲闪不及，身体瞬间凝结成了冰雕，在剑气的绞杀下，纷纷化为齑粉飘洒在空气中。与此同时，州府金陵城几位老者正挑灯对饮，忽然惊觉，抬眼看向东方天际，那仿若恐怖天威般的景象，让几人脸色大变。剑意，好纯粹的剑意。这剑意寒气森然，并非我熟悉的几位剑修。下一秒，已经弱了许多的剑意飘然而来，翩翩鹅毛自9天飘落。这一晚，这一剑，下周8郡14县，6月飞雪千里不阻。就在寒霜剑意肆意苍穹的时候，我已经醉得不省人事。一旁的秦武瑶久久无语。大罗剑宗真是一群蠢货，有如此福缘，不知珍惜，假以时日，鹿晗必然屹立于9州之巅。下一刻，秦武瑶将我安放好后，便走了出去。师傅，大罗剑宗调查的如何了？那福缘可有线索？福缘是一个人，他叫鹿晗，混元剑体，但天生绝脉。秦武瑶将关于我的消息告诉给了玉姬子，后者听完后也是一愣一愣的。混元剑体确实是万中无一的剑修好苗子，可惜了，怎么会是天生绝脉？修炼不出灵力，再好的天赋也是个笑话。你说他就是福缘，他不是天生绝脉吗？我也不理解，但他已经筑基后期了。昨天我刚找到他的时候，他在酒馆喝酒，那时他还是炼气巅峰。秦武瑶又将昨天晚上发生的事情说了一遍。天生绝脉喝了顿酒就自动筑基了，睡了一觉筑基巅峰了，这怎么可能是天生绝脉？你是不是哪里搞错了？虽然我也不理解，但都是我亲眼所见，并且昨晚他醉酒后，大罗剑宗派弟子来杀他，他释放剑意，将同为筑基后期的30多名剑宗弟子瞬杀。等等，你说昨晚那剑意是鹿晗搞出来的？是，当时我就在跟前，亲眼看到他释放剑意的。但您是怎么知道这件事的？昨夜那剑意肆虐下州8郡14县，千里飘雪，不只是我，4大圣地也惊动了，全都在猜测昨晚释放剑意的人是谁。千里飘雪，秦武瑶倒吸一口冷气，他是万万没想到我那剑意影响范围如此恐怖。瑶瑶，这是你的造化，万万不可怠慢。他喜欢什么就给他什么，满足他的一切要求。他喜欢喝酒，那就给他酒。3日后骊山天道盟不是有个酒王宴，你带他去喝个够。但大罗剑宗似乎也在天道盟附属之列，届时难免和鹿晗碰头，我担心。担心个屁！从现在开始，鹿晗的背后是我们天机楼，区大罗剑宗胆敢在鹿晗面前叫嚣，我平了他的山头。秦武瑶重新回到山洞时，我刚好也醒了。他想到师父玉姬子说的话，便说道：你现在筑基后期巅峰，想要结丹有2种办法。什么办法？我刚问出这句话，系统的提示就响了起来。恭喜宿主成功宿醉1次，获得宿醉奖励，即刻突破。即刻突破是什么鬼？第一次的宿醉给的是建议，第2次宿醉难道是给一个就地结丹？第一种办法是修炼感悟冲击壁垒，等候丹结，丹结的难度不大，随便一件护身法宝都能轻松应对。第2种则是服用丹药破障丹，强行突破壁垒结5道金丹，但破障丹非常珍贵，极难获得，不是普通修士用得起的，各大势力也要斟酌使用。我正好。秦武瑶本想说他正好有的破障丹，可话说到一半，砰的一声，一道金色光圈从我小腹处炸开，紧接着我整个人的气息猛然拔升了一大截。秦武瑶瞪大双眼，神识扫向我的丹田，5道金丹，这就结丹了。你刚才说你正好咋了？没事。对了，小美女，你叫啥？这女孩长得漂亮，还将2次醉酒的自己安顿好，我还是很感激的。秦武瑶，我叫鹿晗，你为啥对我这么好？秦武瑶一愣，事先没想过这个问题，当下也编不出合适的理由来。那个，我也喜欢喝酒，看你也是爱酒之人，随手就帮了。师傅让我下山历练，我闲来无事，正好找个人作伴。哦，原来是同道中人，难怪你储物袋里那么多酒了。对了，昨晚那些剑宗弟子是你帮我摆平的吗？秦武瑶先是一愣，随后便想到我昨晚挥洒剑意的时候已经喝懵逼了，他摇了摇头道：不是，我还没来得及出手，你的剑意就杀了他们。我依稀记得昨晚因为心中悲愤，肆意挥洒剑意，但却不记得后来是怎么弄死的那些剑宗弟子。还要喝酒吗？秦武瑶见我出神，拎出一坛酒问道：我试试。我接过酒坛子，灌了一大口，畅饮劣质酒获得修为2个时辰。突的一声，我将没咽下去的半口酒直接就喷了出来。炼气境1碗酒可以增加1年修为，筑基境1口酒可以增加几天修为，到了金丹境，这一大口灌下去就只给2个时辰的修为。劣质酒果然是劣质酒，这酒太差了，你以后别少喝这种劣质酒，伤身子。听我这样说，秦武瑶翻了翻白眼，也不知道是谁昨晚哥那咔咔的一直灌。3日后，天道盟有个酒王宴，你我2人去畅饮一番如何？天道盟所属9黎圣地的天道盟，我没记错的话，大罗剑宗是天道盟的附属势力，那么大罗剑宗多半也在酒王宴的邀请之列。管他呢，反正自己都已经退出大罗剑宗了。3日后的清晨，骊山脚下苍岩城，我和秦武瑶刚出城门，忽然几匹马停在了身边。这不是鹿晗吗？这么巧跑来苍岩城讨生活了？
我抬头一看是王玉娇，王玉娇身边是梁少宇还有苏月玲以及其他几位弟子，我懒得搭理他，抬脚就走。你给我站住！绿茶男总想把我踩在脚下，殊不知此刻的我已经成为了小富婆的座上宾。王玉娇说完就要骑着马匹上前，秦武瑶一步跨出冷眼看着他，刹那间的眼神对视，王玉娇只感觉自己神魂刺痛，大脑仿佛要撕裂一般。见弟子吃亏，苏月玲上前解围道：鹿晗已不是剑宗弟子，便不要过多纠缠了。我瞥了眼苏月玲，忍不住在心中腹诽。方才王玉娇刁难呵斥我，她不吱声，眼下被秦武瑶震慑，苏月玲却跑出来当和事佬。是啊，鹿晗以前毕竟是师兄，天生绝脉，在外讨生活不易，我们还是不要纠缠他了。接着梁少宇看向秦武瑶，姑娘是鹿晗的新朋友吗？他虽不是我们剑宗弟子了，但毕竟曾经是我师兄，他天生绝脉，讨生活不易，姑娘可要多加照应才是。我在这里谢过了。梁少宇的话让我有些无语，他表面上看似和善，但嘴里却不断提醒着秦武瑶我是天生绝脉，挑拨离间。二位在这苍岩城做什么？你们在这里做什么，我们便在这里做什么。那真是巧了，原来姑娘也是去参加九王宴的。既如此，不如和我们一起吧。我这匹马千金够得，二人同乘没问题。你是不是有病？和你同乘一匹，想屁吃呢？秦武瑶本就不喜欢这种面色温和、内心龌龊之人，早在调查我过往的时候就知道了梁少宇的存在。少宇，我们走吧。梁少宇点了点头，王玉娇则抓紧机会为梁少宇找回场。一个天生绝脉被赶出大罗剑宗的废物，一个牙尖嘴利的刁蛮野丫头，还真是绝配。闻言，苏月玲并未说什么，但神色却有些凝重。刚才她无意中用神识查探秦武瑶的境界，却发现看不透，这就说明秦武瑶的境界有可能在她之上。但苏月玲自身已经是元婴后期巅峰了，如果秦武瑶境界在她之上，那就是化神境。和鹿晗在一起的朋友，怎么可能是化神强者？应该是有什么隐藏修为的手段。另一边，天道盟武神殿，此时大部分宗门都到场了。大罗剑宗属于天道盟偏下游的势力，在会场的位置比较靠后。临近开场，我和秦武瑶才慢悠悠的来到现场。我瞥了眼周围桌椅上刻印的宗门标记，问道：瑶瑶，咱们是哪一桌？废物，你还真的跟上来了！一个天生绝脉也配来参加九王宴，怕不是当了小白脸，厚着脸皮背。此时大罗剑宗几人瞬间懵了，苏月玲也诧异的看向我。废物东西，你敢打我，反了你了！你和我非亲非故，却对我出言不逊，我教训你天经地义，你不服？这王玉娇也是金丹初期，但我有剑意加持，并不输她。况且我都退出师门了，谁还惯着你？王玉娇长剑出鞘，凝视着我，咬牙切齿道：既然非亲非故，我现在杀了你都可以。秦武瑶给了我一个赞许的眼神，然后看向王玉娇。鹿晗已经不是剑宗弟子，你偏偏还要犯贱，打你不应该吗？你又是哪个贱人，和一个天生绝脉厮混在一起，果然是臭味相投。你还是左撇子？不是，只是为了对称。我二人简短的对话，惹得周围其他宗门的人哈哈大笑。苏月玲的脸色极为难看，这才一个照面大罗剑宗就成了笑话，她不出头不行了。姑娘，我身为大罗剑宗宗主就在你面前，你和鹿晗却敢如此蔑视我剑宗弟子，这不妥吧？是吗？那苏宗主又能如何？混蛋！我要杀了你们，杀了你们这对狗男女！王玉娇只是嘴里叫嚣，却不敢动手。这里可是天道盟的九王宴，严天星最为珍视的盛会，惹严天星不高兴，那可真是要吃不了兜着走。苏月玲也深知这一点。敢问姑娘何门何派？这一笔我大罗剑宗记下了。闻言，秦武瑶呵呵一笑。天机楼，秦武瑶，这一笔我也记下了。此言一出，全场众人脸色大变。天机楼的秦武瑶，大秦仙庭的小公主，瑶池圣地的圣女，天机楼玉姬子的亲传弟子。此时，周围宾客看苏月玲的眼神已经充满了同情。和秦无药作对，那就是和瑶池圣地作对，和大秦仙庭以及天机楼作对。在那三大势力面前，大罗剑宗和一只蚊子没什么区别啊！这一刻，苏月玲的脸都绿了。王玉娇一时没反应过来，还在那接话茬。原来贱人的名字叫秦武瑶，和那废物鹿晗一样。逆徒，你给我闭嘴！王玉娇整个人都懵了。苏月玲脸色难看的看向秦武瑶。对不起，我不知道您的身份，方才的事情只是误会，还望您不要放在心上。此刻的苏月玲满心都是恐惧，只要这秦大小姐一发火，不用瑶池圣地和天地楼出手，大秦仙庭的铁骑都能踏平大罗剑宗的山头。一旁的梁少宇心机深沉，还要装谦和，反而幸免于难。但此时因为极度脸色也极度扭曲，一个被我排挤出大罗剑宗的废物，他凭什么能获得秦武瑶的青睐？误会？不，没有什么误会。你们大罗剑宗将鹿晗排挤出师门也就罢了，偏偏一个个嘴臭无比，三番五次的挑衅鹿晗。你怎么说曾经也是鹿晗的师傅，却一个屁都不放，这算什么误会？此时我整个人都傻了。我虽然没下过山，消息必死，不知道天机楼秦武瑶意味着什么，但也能从周围人和苏月玲的反应中看出端倪。这秦武瑶的身份不得了啊！是我不对，我以后必然对鹿晗。千万别，鹿晗已经退出剑宗，和你们这群人毫无关系。他日后的生活和地位也并非你们这些小杂鱼可以理解的。你们已经不是一个世界的人了，最好离他远一点。说着，秦武瑶又看向王玉娇。
从现在开始，再让我听到你说鹿晗一句不是，我就撕烂你的臭嘴，再用针线缝起来。秦姑娘，今日之事实在抱歉，我替大罗剑宗诸位向你赔个不是，切勿见怪。鹿晗虽然退出师门，但我们依然是朋友，朋友的朋友就是自己人。我们谁和你是自己人？我已经说过了，鹿晗和你们再无关系，我也不可能和你这种货色是自己人。九王宴即将开始，你们在这里吵什么？随着王玉娇被接连大逼斗后，天道盟的盟主严天星一脸不悦地出现在会场。此时的王玉娇眼底闪过一丝阴霾，忽然伸手一指我和秦武瑶：“是他们挑衅在先，仗势欺人，严门主千万不能放过他们。”严天星闻言看向我和秦武瑶：“瑶瑶，我这九王宴你从不参加，怎么今日破天荒的来了？”严姨，以前那是没时间，我这不是来了吗？毕竟你也知道我爱喝酒，这次总算是有机会了。那还带了我朋友鹿晗，他可是酒鬼。爱喝酒，这小妮子什么时候爱上喝酒了？严天星一愣，恰好看见秦武瑶朝他眨眼睛。难道是因为这小子？既然是瑶瑶的朋友，那就一起上座吧，与我同桌，尝尝我亲手酿的醉仙酿。严天星这话让所有人都吃了一惊，要知道可不是谁都有资格和严天星一桌的。大罗剑宗几人脸色难看，看到我和秦武瑶跟随严天星而去，一个个脸色像是吃了屎一样。梁少宇闷不作声，但脸色却越来越阴沉，心里的嫉妒让他几乎咬碎了牙齿。都是王玉娇这个贱人，连一个天生绝脉都杀不了，让鹿晗有机会遇到秦武瑶这么大的机缘。另一边，我和秦武瑶刚坐下，忍不住感叹道：“看不出来，你还挺有排场的。”那当然，跟着本小姐你就享福吧你。享福享福。秦武瑶说的这是实话，要不是秦武瑶，我哪有资格参加这九王宴？对于其他人而言，这是九王宴；对于我来说，那可就意义非凡。这一场酒，不知道自己能成长到什么地步。高台上的这张桌子已经有5人落座，一女4男穿着华贵，能和严天星同桌，并且提前落座，显然身份也非同小可。此时他们都在好奇地打量着我，这些大佬都是成了精的人，一眼就看出我的确天生绝脉，但气息却是金丹级。严天星并未过多废话，简单开场白念叨了几句后，便让人上酒。我看着眼前的酒也迫不及待地端起来喝了一杯。畅饮10年清酿，获得修为3年。10年清酿，一小杯就给了3年的修为。我在青石镇酒馆的时候，一大碗劣质酒才给1年，这一小杯就给3年，这要是换成一大碗，不得10几年修为啊！想到这里，我忍不住感叹道：“好酒，不愧是醉仙酿，好酒啊！”一旁的严天星有些尴尬地笑了笑：“这不是醉仙酿，只是寻常喝的酒。醉仙酿珍贵非常，可经不起这般挥霍。”闻言，我眼前一亮，这还只是天道盟的普通酒，普通酒都这样了，那醉仙酿不得起飞了啊！这时，严天星对着台下喊道：“九王宴现在开始，好酒好菜也上了，诸位先慢慢享用。醉仙酿已经在准备当中了，诸位稍等片刻。”现场的众人听到严天星这话，脸色却忽然变得有些古怪起来，但并未有人发表什么看法。我也不着急，反正眼下这10年清酿效果也很炸裂，便美滋滋的一杯接着一杯，看得严天星都诧异不已。眼下这酒虽然算不上什么好酒，但也是绝对的烈酒，台下各门各派喝起来都要小心品鉴。这个鹿晗却一杯接着一杯，看来秦武瑶说的没错，这家伙还真是个爱酒之人。无形中，严天星对我更加欣赏了。此时的我统计了一下系统的提示，这一壶酒竟然增加了20多年的修为。此刻我的丹田几乎达到了饱和。秦武瑶似有所觉瞥了我一眼，这家伙的气息怎么蹦到金丹后期了？我记得上桌之前才只是金丹初期啊。对于我气息的变化，严天星几人并未察觉，倒不是他们不够敏感，而是他们对我的好奇只是来源于秦武瑶而已。此时，一位侍女用托盘端着一坛酒走过来，与此同时，严天星也站了起来。侍女将那坛子酒放在空桌上，严天星亲手倒了一杯。本次九王宴的选用酒，便是我亲手酿造的醉仙酿。任何人只要喝下一杯，坚持10个呼吸的时间不倒下，就能获得本次九王宴的奖励。这把剑是玄阶神兵寒剑降雨，取照水之精打造而成。我看着这把剑也是眼前一亮，这把剑寒气逼人，正好也完美契合我的双寒剑意，简直量身打造啊！想到这里，我当即忍不住就要上去挑战，但关键时刻秦武瑶拦住了我。每次的九王宴，严姨选用的酒都是爆裂无比的，常人根本无法承受，那可不是醉倒那么简单，你最好考虑清楚。我先是一愣，没想到九王宴会如此凶险，历届九王宴加起来不知道死了多少愣头青。短暂的沉寂过后，第一位愣头青出现了，在下大剑门门主徐杰，来挑战严老板的醉仙酿。严天星呵呵一笑，做了个请的手势。徐杰刚走到跟前，浓烈的酒香便扑面而来，闻着神清气爽，并未感觉到什么烈酒的桀骜。但徐杰也知道九王宴的挑战难度，不敢掉以轻心，端起酒杯一仰头，一饮无尽。下一秒，徐杰脸上的表情忽然凝固，接着猛然跪倒在地，双手痛苦地抱着胸口，身上的灵力也变得狂躁无比。轰轰轰！徐杰的全身仿佛竹筒爆豆子一般炸响，很快便双眼涣散，一头栽倒在地。下一位，这他娘的还是酒吗？竟能烈到这种程度！严姨的酒不单单是酒，还有各种天材地宝掺杂其中，酒烈难驯，但若能撑过去，对自身确实有极大的好处的。那徐杰学艺不精，连一杯醉仙酿的灵力都无法稳住，经络寸断，修行之路也算是到头了。我听着秦武瑶的解释，忽然眼前一亮。
我天生绝脉经络这玩意根本没有啊！而且系统加深，别人驯服不了的烈酒，我不一定拿不下来。此时台下众人脸色都有些难看，原本还蠢蠢欲动的一批人，看到徐杰的惨状后，也赶紧打消了冒险尝试的念头。严天星看着安静的台下，眉头微皱。可还有人愿意挑战？醉仙酿的确霸道无比，难度颇高。若有人能完成其所在宗门，我还会给予一批丰厚资源。此言一出，现场众人再次有些蠢蠢欲动起来。我来试试吧。少宇，师傅放心，我有分寸。梁少宇说完，便步履翩然地走上高台，对着严天星和在场几位大前辈拱拱手。晚辈大罗剑宗梁少宇，先天体质，希望可以撑得住醉仙酿的霸道。闻言，严天星和几位大佬前辈都是一愣，只有秦武瑶瞥了眼梁少宇，并不惊讶。这梁少宇根本就不是上去喝酒，而是去卖弄的。上台先表明自身的先天体质，吸引各位前辈的注意。若是运气好，被哪个看上收为了弟子，到时候苏月玲可留不住。苏月玲不知道梁少宇是不是故意这么做，但心里却很不是滋味。醉仙酿的霸道先天体质的确有优势，但并不会太多。既然决定了，就开始挑战吧。梁少宇想用自己的先天体质吸引大佬的注意，奈何大佬只是回了一撇。先天体质的确有优势，但不会太多。既然决定了，就开始挑战吧。既如此，晚辈这就开始挑战。我也不知道能否成功，但晚辈一生爱酒，言盟主如此鲜酿，便是失败了，晚辈也。你要挑战就挑战，别扯没有用的。大罗剑宗明令禁酒，你怎么一生爱酒了？光爱不喝呗。我毫不客气地戳破了梁少宇的谎话，严天星立刻就回过神来，眼前这个梁少宇是想攀关系，故意说他爱酒，他的眉头一下就皱了起来。开始挑战。眼看严天星脸色冷了下来，梁少宇急忙解释。我的确爱酒，但大罗剑宗是禁酒，我也是无奈。严盟主，我挑战。简单的2个字，已经说明严天星懒得和他费功夫。梁少宇尴尬的点了点头，硬着头皮走到桌前，好好的一个炫耀装逼的场面，结果却被我给搅黄了。为避免招惹严天星更多的厌恶，梁少宇只能赶紧端起酒杯，一仰头灌了下去。紧接着梁少宇就后悔，醉仙酿的霸道远远的超过了他的预估，酒液入腹，灵气瞬间干枯。下一秒，梁少宇就口吐鲜血，趴在了地上。我擦，七窍流血，玩这么大！关键时刻，苏月玲忽然一个闪身冲上了高台。挑战过程中不得插手，我们放弃。严天星没有再说什么，苏月玲赶忙将梁少宇拉到一旁，给他喂食丹药，亲自运功帮他镇压梳理体内醉仙酿的酒劲。此时梁少宇经络严重受损，丹田识海混乱的一塌糊涂，若不是苏月玲及时出面，只怕梁少宇已经成为废人。这时我看着2杯酒都被糟蹋，再也忍不住。如此美酒，我来试试。鹿晗，你疯了！你也看到了，醉仙酿的酒劲霸道无比。我借着方才的酒意，无所谓的摆了摆手。如此美酒，不尝试一下，未免可惜。奖励可以不要，但酒必须得喝。我虽然也很想要那把降玉寒剑，但对比那把剑，我更在意畅饮醉仙酿的奖励。至于宗门资源，我现在都没有宗门，跟我屁关系没有。严天星听到我的话，赞许笑了笑。我要提醒你，醉仙酿霸道无比，你一定要量力而行。多谢严老板关心，我有分寸。那就开始挑战吧，10个呼吸的时间。我端起酒杯，深吸一口，酒香扑鼻，让我蠢蠢欲动。然后我便是一饮而尽，酒液入腹，瞬间炸开。但因为我是天生绝脉，只能涌入丹田，酒液内蕴含的酒劲和灵力通过丹田灌输到我全身的血肉和骨骼当中。我小心谨慎地等待着痛苦降临，但痛苦并没有出现，反而通体舒畅。只是酒劲炸开的时候，大脑有些懵逼而已。这一刻，我成了所有人关注的焦点，大家都死死地盯着我，等待着我和先前2位一样痛苦倒地。畅饮稀有佳酿，奖励修为10年。1杯10年，这要是一壶醉仙酿灌下去，100年修为起步，直接原地起飞啊！10个呼吸后，严天星见我没事，有些难以抑制的激动。就算我自己去喝，也要受到醉仙酿霸道的影响。不同的是，我喜欢那份霸道。现在看来，这鹿晗似乎也一样。这么多年，总算是找到了一位知己。严老板，能再给1杯吗？这时，经过简单调理的梁少宇看到这一幕，眼睛又红了。不过是硬撑着罢了，装什么装？不可，醉仙酿其中蕴含药力，以你的境界需要消化消化，不可贪杯。我有些无奈地嘀咕道。酒逢知己，千杯少，话不投机半句多。一句诗完美的将严天星列为知己，同时还贬低鄙视了梁少宇，完美契合眼下的气氛。秦武瑶连忙来到我身前，同时仔细查探我的气息和身体状态，却发现醉仙酿的霸道似乎真的对我不起作用，反而我全身血肉和骨骼充斥着醉仙酿中蕴含的天才地宝的灵力，逐渐渗透强化着我的体魄。不愧是你，大酒鬼。这时严天星走到我身边，笑呵呵的手里的寒剑降玉递了过来。鹿晗，你已经挑战成功，这把剑就归你了。我现在为你驱散酒劲。别，不能驱散。喝酒之人若在意这酒劲，岂不浪费了绝世佳酿？开玩笑，宿醉可是有奖励的。你把酒劲驱散了，我还玩个屁啊！严天星眼底异彩连连，于是放弃了为我驱散酒劲的想法。我迷迷糊糊接过寒剑降玉，将寒剑降玉挥洒几下，一剑指天。好酒，好剑！秦武瑶见状，连忙压住我要是放的剑意。鹿晗，你醉了！那一瞬间的剑意绽放，虽然立刻就被秦武瑶镇压了回去，但还是被几位大佬感知得清清楚楚。他们立刻知晓了我的身份，他就是3日前那个覆雪千里的绝世奇才。想到这里，几位大佬眼睛齐刷刷的亮了。鹿晗，你既然已经退出大罗剑宗，眼下可是无门无派。还在迷糊中的我闻言点了点头。既如此，小友可愿加入我太阴宫？我叫曹远，你若入我太阴宫，我立刻收你为亲传弟子。
曹元，你小子还挺急呀！人家鹿晗眼下喝醉了，就算是答应了你，也算不得数吧？一旁还在被苏月玲疗伤的梁少宇立刻又忍不住，我好不容易将鹿晗排挤出大罗剑宗，他如果被太阴宫的曹元收为真传弟子，其地位瞬间凌驾于大罗剑宗之上，以后就算我拿下大罗剑宗，也要低鹿晗一头。曹前辈，你是不是误会了？鹿晗虽然是会员剑体，但他天生绝脉，根本无法获得灵力，如若收入门中，怕是毫无用处。此时的梁少宇没有别的想法，就是单纯的见不得我好。听到梁少宇的话之后，曹元等人都是一愣，紧接着曹元和另一人几乎同一时间伸手，分别抓住了我左手和右手。几秒之后，曹元的眸中绽放出一道异彩。真是会员剑体，妈呀，能有那么恐怖的剑意，已经是很惊世骇俗的奇才了，竟然还是天生剑修的会员剑体。曹元没有理会梁少宇，直接喊道：鹿晗，只要你加入我太阴宫，我立刻将你列为宗主候选。梁少宇听到这里，整个人都傻了。他本来想提醒这些大佬我是天生绝脉，反而把我从曹元的亲传弟子直接变成宗主候选人了。曹元，你说什么胡话？鹿晗性格刚烈，喜好烈酒，怎么能练你那娘们唧唧的太阴剑？要我说，就该入我净虚宫。净虚宫的纯阳剑法的确至刚至阳，但却是阳火属性，怕是和鹿晗不搭呀。反而我辽东天罡剑法大开大合，非常适合鹿晗修炼。怎么，我神霄派的雷刃就不适合鹿晗了？此时的梁少宇忍不住大喊道：诸位前辈，我是不是没说清楚？鹿晗他天生绝脉，无法修炼。我只是喝了一口酒，立马就吓得全宗的女弟子抱紧身，更有甚者直接用电焊死自己的动作。我明明是先天会员剑体，还激活了最强九剑仙系统，却被全宗上下口诛笔伐，人人厌弃。当梁少宇看到这么多人抢着收我当弟子时，忍不住：诸位前辈，我是不是没说清楚？鹿晗他天生绝脉，无法修炼啊！闭嘴！什么无法修炼？鹿晗现在是金丹后期，那你告诉我他怎么达到金丹后期的？还是说你觉得我眼瞎了？这点境界都看不出来？此言一出，梁少宇懵了。我接替鹿晗成为苏月玲的掌上明珠之后，依靠大千王朝背后的修炼资源和大罗剑宗无限供应的修炼资源，经过10年苦修才金丹初期。鹿晗4天前被赶下山的时候还只是练气，才过去4天，怎么就金丹后期了？苏月玲听到曹云的话也是心头一沉，虽然她不知道鹿晗天生绝脉是如何获取的修为，现在看来鹿晗比当初还要逆天。如今看到九黎圣地4大剑宗争先抢夺鹿晗，心里也是狠狠地抽搐了一下。我们走吧。听到这话，梁少宇竟然一忍，长剑挥鞘，朝着鹿晗扑了过去。少宇，不可！鹿晗迷糊中自然没有防备，就在这时，曹元一个用2根手指就捏住了梁少宇的剑。我太阴宫看上的人你也敢动，好大的胆子！言罢猛然一挥手，一道罡气瞬间炸开。关键时刻，苏月玲踏前一步，将梁少宇拉到了自己身后。与此同时，张起全身罡气护体。即便如此，苏月玲还是被震得惨不他也顾不得伤势，连忙拱手道：几位前辈，是我教徒无方，还望赎罪。苏月玲自知道歉没用，咬了咬牙，转而看向鹿晗。鹿晗，少宇无知冲动，我替他向你道歉。看在你小时候我教过你的份上，你放过他，他是我的亲传弟子，性格虽然有问题，但回去后我会悉心教育，求你放他一马。鹿晗迷迷糊糊的转头看向苏月玲和梁少宇，苏月玲对梁少宇大吼道：跪下！梁少宇一愣，满脸耻辱和不可思议。让我给鹿晗下跪？不可能！这个废物，我要永远将他踩在脚下。就在此时，砰的一声，鹿晗手中的寒剑降玉直指梁少宇，紧接着扑通一声，梁少宇再无犹豫，直接跪在了地上，但心里的耻辱和嫉妒却在疯狂的滋生。鹿晗冷冷的看着梁少宇，然后再看向苏月玲那娇弱的脸庞，目光中闪过一丝柔和。幼年时你将我带回大罗剑宗，若不是你，我可能早就夭折了。我的命是你给的，如今我也救你一命，就当是还了你的恩情。说完，鹿晗剑气肆意准备杀了梁少宇。在百年一梦中，鹿晗记得很清楚，梁少宇是大前王朝的太子，之后他会很快拿下大罗剑宗的宗主之位，届时整个大罗剑宗尸横遍野，宗主苏月玲更是被梁少宇斩断4肢做成了人质，可谓是悲惨无比。眼下只要杀了梁少宇，苏月玲便能相安无事，从此2人各不相欠。苏月玲此时有些懵了，鹿晗明明说要还恩情，为何现在却要杀了梁少宇？他来不及多想，急忙哀求道：鹿晗，饶他一命，我知道我已经不是你师傅了，就当我求你。鹿晗张了张嘴，却无法解释。罢了，你们走吧。苏月玲闻言大喜，说了声谢谢，便拉着梁少宇离开了会场。曹元几人还想继续拉拢鹿晗，可下一秒，鹿晗大脑彻底被酒精霸占，趴在了桌子上。官道之上，大罗剑宗等人骑着马，一路死气沉沉的气氛有些压抑。梁少宇闷不作声，心里的耻辱让他即便是现在胸口依旧在不断的起伏。师傅不必担心，那鹿晗蹦跶不了多久，等少宇成长起来，便是那天道门，也要被我们踩在脚下。苏月玲默不作声，心里说不上是什么感觉。她亲手抛弃的小徒弟，如今已然凌驾于大罗剑宗，凌驾于他之上，甚至就连梁少宇的生死都需要鹿晗开口定夺。苏月玲忽然转头看向王玉娇，问道：你与鹿晗可有什么深仇大恨？后者闻言一愣：我记得10岁前你挺照顾他的，我闭关的时候你也带过他，他小时候最喜欢跟在我身后，如果我不在的话，他也会黏着你。那时候不过10几岁的你已经很会照顾人了，是什么时候变成现在这样的？王玉娇张了张嘴，眼神有些闪躲，但随后看到了
了身边骑马的梁少宇，立刻咬牙道：“他天生绝脉，却在10岁前霸占了我们大罗剑宗那么多修炼资源，完全浪费了那些原本可都是属于少宇的资源，不该怨他吗？”苏月玲闻言叹了口气：“一切因我而起，是我将幼年的他带回剑宗的，但却因为天生绝脉而抛弃了他。他有什么错？他从头到尾只是被动接受罢了，不该怨他的，怨我。”如今的鹿晗和我们大罗剑宗已经势不两立，师父不必介怀。等我成长起来，我必然帮大罗剑宗找回今日丢掉的尊严。闻言，苏月玲看向梁少宇：“少宇，我知道你的野心大，大罗剑宗的宗主之位早晚是你的。我只希望你到时候莫要辜负了我的期望，未来大罗剑宗崛起的希望全在你一人身上了。”师父放心，等我继承宗主之位，我定然会好好经营大罗剑宗。如果当初你直接废了鹿晗，而不是放任他离开，我哪里会有今日之耻？还有王玉娇那贱人，连个练气期的鹿晗都杀不了，才让他有了机缘造化突破到金丹后期。等我拿下大罗剑宗，再慢慢找你们算账。另一边，傍晚时分，鹿晗才悠悠醒来，爬起来看了看，发现自己在一个厢房之中，然后揉了揉脑袋，惊奇的发现脑袋竟然一点都不疼。好酒就是好酒，宿醉之后脑袋都不疼。紧接着，毫不意外的接到了系统通知：恭喜宿主成功宿醉1次，获得宿醉奖励，见招屠神。听到系统提示，鹿晗眉头皱了起来。我喝的可是醉仙酿啊！醉仙酿宿醉奖励就给个剑招，连功法都不是，甚至一套剑法都不给。此时鹿晗发现自己的灵力已经远远超过了突破元婴所需要的灵力，甚至远远溢出了。现在就差一个突破壁垒，就能够顺利进阶元婴。可奇怪的是，上次筑基巅峰宿醉后就给了即刻突破，这次居然没有突破壁垒进阶到元婴，让他很是疑惑。难道系统奖励还分好坏？宿醉后的奖励是随机抽取的吗？想到这里，鹿晗查看起了剑招的属性。剑招屠神，此剑招可一剑屠神，无视防御法宝，无视护体罡气，一剑秒杀化神境修士，但只可以秒杀化神境，化神境之上无作用，化神境之下无作用。看到这里，鹿晗直接就懵了，竟然可以一剑秒杀化神境大佬，而且无视任何形式的防御，正儿八经的屠神，这是规则斩杀啊！我只是喝了一口酒，立马就吓得全宗的女弟子抱紧身体，更有甚者直接用电焊死自己的动作。我明明是先天混元剑体，还激活了最强9剑仙系统，却被全宗上下口诛笔伐，人人厌弃。喝完醉仙酿，我再次进入了宿醉状态。这次系统奖励我的是规则斩杀屠神。看到斩神的使用规则，鹿晗眼前一亮。就在这时，秦武瑶走了进来。你醒了？瑶瑶，你什么境界？严老板又是什么境界？还有曹元那几人都是何境界？秦武瑶疑惑地瞥了眼鹿晗，不知道他为什么会冒出这么多问题。我是化神初期，严姨应该是化神后期，曹元几人我不太清楚，但应该都是化神境。另一边，严天星看着曹元几人翻了翻白眼。往年9王宴之后，你们几个跑得比兔子还快，这次怎么不走了？多年的好友了，你这天道盟我都没好好转转，正好进来无事就多待几天。其他几位你们是不是该走了？曹元，你说什么屁话？你都不走，我们走啥？这天道盟我也想好好转转，还有醉仙酿的滋味不错，我还想多喝几杯呢。都别装了，调查结果你们也都看到了吧？几人的表情立刻就尴尬了起来，但没有吱声。调查结果很清楚，鹿晗从进入大罗剑宗到之后的遭遇，包括天生绝脉、退出宗门，全都被他们调查得清清楚楚。说说吧，你们有什么看法？这大罗剑宗的确过分，但可以理解，一个天生绝脉确实没有重点培养的必要。但也不能卸磨杀驴啊！这10年鹿晗在大罗剑宗过的那叫什么日子？我们还只是调查的只言片语。事实上，鹿晗这10年遭受的奚落和嘲讽，寻常人早他娘的离开大罗剑宗那鸟宗门了。几天前，鹿晗还只是炼气巅峰，这也符合天生绝脉的特性，无法获得灵力。但现在他是金丹后期巅峰，你们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？短短的几天时间，一个天生绝脉从炼气突破筑基再结丹，再冲击到金丹巅峰，这速度古往今来，哪怕是9州9地也无一人可以做到。而且鹿晗还有剑意，大家都不用装。9王宴上鹿晗的剑意虽然被秦武瑶那丫头立刻镇压了，但绝对不会错。当初千里覆雪的人就是鹿晗，而且还是会员剑体，天生就是剑修。如此逆天的成长速度，搭配会员剑体以及那恐怖的剑意，鹿晗如果成长起来，那该有多恐怖！不需要太长时间，鹿晗就能登临9州之巅。说得好，但鹿晗的经历也注定他不会答应加入任何宗门或者势力，你们就别想打这个主意了。听到严天星的话，曹元几人立刻就蔫了下来。这也是为什么天机楼会让秦武瑶接近鹿晗的原因，而且还是在鹿晗下山的第一时间就找到了他。你们别忘了天机楼玉姬子是干什么的？天机楼的玉姬子算人事，知天命，通晓古今，定然是算出了什么。没错，但即便如此，瑶瑶那丫头也没有拉拢鹿晗，而是与其交好。这个做法很聪明，我们也要如此。无法让鹿晗加入九黎，那就绝不会让他成为我们的敌人。其他几人对视一眼，立刻就明白了严天星的意思。
现在我们需要和鹿晗打好关系，等鹿晗成长起来，我们这些与鹿晗交好的人自然跟着沾光。近年来，黄泉圣地和我们九黎圣地水火不容，黄泉圣地势力日渐强大，如若不是瑶池帮衬，怕是黄泉圣地早就杀过来了。关键时刻万万不可暴露鹿晗的天赋，否则黄泉圣地肯定会派人来暗杀他。所以你们几个就不要在这里久留了，以免引起黄泉圣地探子的注意。倒也在理，那我们就先回去做准备，培养鹿晗的事情就交给天心你了，需要什么资源你就开口。其余几人也纷纷附和。晚上吃饭的时候，几人就已经离开了。饭桌上，鹿晗没什么心思吃饭，看向严天星问道：“严老板，那个醉仙酿能不能再给我来点？”不行，醉仙酿虽然还有一点，但你体内的酒力还未完全吸收，短时间内再喝恐伤根骨。你在我这天道盟待着，醉仙酿少不了你的。本来还想着用什么理由留住他，这机会就来了。这货嗜酒如命，只要有醉仙酿在，他就不会走。也行，反正我也没地方去。死酒鬼，就为了一口酒，你就这么留在这了？瑶瑶，你呢？反正我最近也没事，我也好久没来严姨你这了，就顺便玩一玩。你这丫头久居天际楼，多半也闲出鸟了。既如此，就留在我这吧。至于鹿晗，你金丹后期巅峰，想不想进阶元婴？想啊！金丹突破元婴的办法只有一个，那就是参悟，别无他法。确实如此，但顿悟也有个讨巧的办法。秦武瑶起初还很迷茫，但忽然想到了什么，诧异道：“你是说红莲洞天？”没错，就是红莲洞天。我要带鹿晗去红莲洞天，以他的天赋，在红莲洞天的感悟过程应该不会太难。一旁的鹿晗听得有些迷糊，也不知道这红莲洞天是什么地方，似乎是看穿了鹿晗的疑惑。严天星解释道：“九州之大，存在很多远古遗迹，仙人洞府红莲洞天便是其中之一。当初在红莲洞天修炼的古修，在飞升之后，洞府内残留下的道运经久不散，只要在里面修炼参悟，道运加深，顿悟的成功率要大得多。”原来如此，那我们什么时候出发？鹿晗听到有这么好的地方，立刻兴奋了起来。只要我突破到元婴，凭借双寒剑意的加持，哪怕是对上元婴后期也不虚。至于元婴之上的化神境，在我的剑招图神下一剑一个。今日休整休整，明日一早便出发。明天的话也可以，那今天可以给我一些酒吗？不要醉仙酿，就昨天酒王宴最开始喝的那种就行。那种酒倒是有不少存货，我让人送去你房间。对鹿晗的要求，严天星几乎是有求必应。吃过饭后，鹿晗兴奋的直接就窜了回去，关上房门开始唱。他当然知道秦武瑶和严天星为什么对他这么好，自然是看中了他的成长速度。但鹿晗无所谓，反正他不会答应加入任何势力，是敌是友他还分得清楚。很快一坛子酒喝完，鹿晗看着系统提示的修为奖励一条接着一条，大脑也逐渐接近了极限。在酒劲的冲击之下，鹿晗直接倒头就睡。当他第二天早上醒来时，第一时间就是关注系统提示。只见提示上写着：“恭喜宿主成功宿醉一次，获得宿醉奖励吃龙宝奖。”鹿晗眼前一亮，这是系统第一次给食物。在获得奖励的一瞬间，鹿晗就感觉到自己衣服里面多了一层宝甲。玄阶宝甲，不知道防护效果到底好不好？不想了，既然是系统奖励，那应该不会太差。就在此时，一阵敲门声响起，紧接着就是秦武瑶的声音传来：“鹿晗起来了吗？吃过早饭后，我们就要出发了。”半糖花醉3000克，奇迹双寒14周。吃过早饭后，我们一行人便驾着飞剑前往了红莲洞天。途中，我忍不住好奇地问道：“我啥时候能飞？”金丹就可以。鹿晗一愣，因为他现在就是金丹。秦武瑶似乎看穿了他的想法，继续补充道：“严格意义上来说，解5道金丹就可以凭借灵力短暂滞空，到了元婴境之后就可以短暂飞行了。只不过速度慢，消耗大，而到了化神，以神御气，方能遨游9天，御物则更为省力。”原来如此。再往前走就能到红莲洞天了。这里严格意义上来说是九黎圣地的边界，但因为和黄泉圣地接壤，所以时常发生大小摩擦。黄泉圣地也会送弟子进入红莲洞天参悟，但是不必担心，这么多年大家已经形成默契，在红莲洞天内就算相遇了也不会动手。下一刻，我们便来到了红莲洞天的内部。此时，严天星一脸郑重地说道：“这里面只需要注意一点，千万不可触碰红莲结火，否则神仙难救。连化神期都搞定不了吗？就算是化神期的修士，也抵不住红莲结火的焚烧。”按照严天星的话来讲，不幸沾染到红莲结火，便会如枯骨之躯般无法挣脱，最终被结火吞噬，化为齑粉，必死无疑。越往深处走，红莲结火的数量就越多，也越来越密集。我指着深处那个被红莲结火覆盖的洞口问道：“那里面是啥？”不知道，没人进去过，或者准确来说，是这么多年根本就没人进得去。那密密麻麻的红莲结火，就是亘古不灭的屏障，没有任何办法可以抵御。找个地方开始修炼吧，我来负责警戒。瑶瑶，你没事的话，也在这里修炼，事半功倍。鹿晗点了点头，随意的找了个位置坐下，看着距离自己最近的红莲结火，忽然感觉体内的双寒剑意似乎蠢蠢欲动。他悄悄伸出一根手指，将一缕双寒剑意向着红莲结火释放而出。下一秒，那朵被双寒剑意覆盖的火莲灭了。这一瞬间，鹿晗都懵了。
方才严天星讲解红莲结火的时候说的那么恐怖，为什么我随手一缕剑意就灭了？想到这里，鹿晗扭头看向深处没人进去过的洞口，就是因为有火莲阻隔，没人敢进去。如果我可以灭火，岂不是随便进？别看了，虽然传说红莲洞天深处是古仙的道场，秘宝无数，但时至今日死了不知道多少修士，也没人进去过。灭了火不就能进去了吗？严天星无奈地摇了摇头道：“跟你说了半天白说了，这火莲是无法被任何形式扑灭的，无数修士都尝试过了，你还是老老实实抓紧时间修炼吧。”鹿晗看了看方才熄灭的火莲的位置，犹豫道：“可是刚才仔细看空中的那些七彩丝线，那些就是古仙残留的道韵，这也是为什么在这里修炼顿悟效率加倍的根本所在。”鹿晗立刻就被七彩丝线吸引了注意力，因为七彩丝线太过纤细，所以方才竟没有第一时间看到。行，先修炼，等我突破到元婴之后，再到那个洞口里面去看看。鹿晗闭上双眼，很快就进入了内定状态。他无法通过修炼来获得灵力，所以全身心的投入感悟，以身化神洞观大罗天象，企图捕捉那一丝天道气息。就在此时，此处山谷里走进来一帮人，最惹眼的是4名中年人中间和秦武瑶年纪差不多大的一名女孩。秦武瑶。秦武瑶自然也认出了对方，她是瑶池圣地的圣女，阎洛则是黄泉圣地的圣女。与此同时，阎洛身边的一名男子眉头忽然一蹙，看向严天星。严天星，好久不见。他咬牙切齿，似乎和严天星有什么深仇大恨。严天星自然也看到了对方。冤家路窄。此时的洞天内气氛有些古怪，很多小势力纷纷躲在一旁看起了热闹。瑶瑶唤醒鹿晗，我们走。严天星话音刚落，那名男子忽然动手，一道雷光乍现，不顾一切的丢了过来。严天星只来得及丢出一道罡气护着鹿晗，他自己则被爆炸锅推了。好在并未沾染结火红莲。雷泰，你特么疯了，要打去外面打。雷泰身边的一名男子吓了一跳，他们不是打不过严天星，但这里是红莲洞天，遍地都是火莲，真要在这里打起来，一不小心踩到一点，就算是化神境的他们也要死。我不管，我一定要杀了他。这么多年他躲在九黎腹地，我找不到机会，今日千载难逢。那也要等出去再打，这里一不小心沾染到火莲，你也要死。我们4大判官同仇敌忾，这严天星插翅难逃，就算有秦武瑶帮忙，也无济于事。雷泰眉头一蹙，脑子简单的他仔细想了想，好像还真是那么回事。这里就一个入口，他们只要在外面死守，严天星绝对跑不了。但是在这里面直接开打，那生死就看运气了。就当他要松口气的时候，突然异变突射，四周空气中游走的道韵竟然自主的向着鹿晗汇聚而来，不断的覆盖在鹿晗身上。原本细不可见、不易察觉的道韵，此时因为疯狂的聚集覆盖，让鹿晗整个人都逐渐闪烁起了七彩光芒。原本还劝慰雷泰的男子双眼盯着周身七彩道韵闪烁的鹿晗，忽然话锋一转。难怪严天星会亲自带他来红莲洞天，此死绝不可留。严天星也是惊诧不已，千百年来，鹿晗还是第一个在红莲洞天内有这种表现的人，连古仙残留的道韵都可以吸收。你小子可害苦我了，当着黄泉圣地这帮孙子的面表现，这不是自讨苦吃吗？砰的一声，严天星抽出自己的佩剑，周身灵力轰然爆发，看着黄泉圣地众人寸步不让。鹿晗当下这个阶段，他也不敢强行唤醒他。动手！黄泉4大判官齐刷刷冲了上去，秦武瑶一个闪身就出现在严天星身边，共同面对黄泉圣地4大判官。瑶池和黄泉并无仇怨，他们大抵不会杀你。等鹿晗顿悟完，你找机会带他走。严姨，那你呢？我没事，不用管我。严天星说完，不退反进，踏步而出，曼妙的身姿舞动之间，剑气纵横交，几乎覆盖了整个洞口。就在我吸收古仙留下来的道韵时，黄泉圣地的4大判官突然杀了过来，严天星不得不以一敌4。秦武瑶赶忙来到我身旁为我护法。约莫半炷香之后，秦武瑶敏锐地发现我身上的道韵逐渐渗透而入，空气中弥漫的道韵也几乎看不到了。他似乎并没有突破元婴的迹象，难道只是在吸收道韵？这是什么操作？前方的战局越来越激烈，严天星也感觉越来越吃力，恍惚间发现面前和他缠斗的4人只剩下了3个。瑶瑶小心，地形先杀过去了。就在这时，鹿晗一名男子手持长棍从地底钻出，朝着鹿晗的脑袋砸去。恰在此时，鹿晗刚刚苏醒，来不及兴奋就被秦武瑶绊住。一击不中，男子想继续追击，却看到秦武瑶和鹿晗滚到了一大片火莲丛中，结果瞬间蔓延开来。男子的脸色一白，惊惧的后退。这2人沾染了火莲，必死无疑。地形先想到这，立即转身回去继续对付严天星。严天星看到这一幕，睚眦欲裂，一剑震荡强行自己则飞身后退，迅速的退到鹿晗和秦武瑶身边。可面对红莲结火，他也没办法。灼烧的痛苦让秦武瑶和鹿晗都十分痛苦，结火疯狂的吞噬着2人。好在鹿晗回过神来，猛然抱住秦武瑶，接着双寒剑意爆发，噗的一声，2人身上的结火瞬间熄灭。严姨，跟紧我！不等严天星回答，转身向着被无数火莲堵塞的洞口飞去。严天星都懵了，瞪大了眼睛。鹿晗竟然可以扑灭红莲结火！严天星来不及犹豫，一咬牙贴着鹿晗和秦武瑶的身形跟了过去。双寒剑意笼罩的3人速度极快，所过之处红莲结火流动熄灭。4大判官也是看得满脸懵逼。那小子吸收了道韵，还能扑灭红莲结火，
传闻那洞穴深处是古仙道场秘宝无数，跟过去，此子不能留。那道场内的秘宝也必须是我们的。仇恨加上贪婪，四大判官毫不犹豫跟了过去。鹿晗三人有双寒建议附身穿梭而过，而他们只能小心翼翼，踩着鹿晗三人快速通过时留下来的痕迹往深处挪。鹿晗三人冲出洞口后，来到一处巨大的石厅内。你小子竟然能扑灭红莲结火！运气罢了，刚才那些人是咋回事？怎么好端端的打起来了？此时鹿晗完全还没搞清楚状况。黄泉圣地的人，于是严天星将刚才的事情说了一遍。四大判官都是化神境，对，都是化神，除非这里还有别的出口，否则我们这一趟的处境就要被瓮中捉鳖了。听到严天星的话，鹿晗反而满脸的兴奋和古怪。如果是4个化神，那就不用跑了，咱能一剑屠神。想到这里，鹿晗立刻拎着寒剑降狱，盯着身后的洞口。你干什么？他们若是跟进来，就杀了他们。如果不是我拥有双寒剑意，刚才自己和秦武瑶就已经死在红莲结火之下了，生死之仇必报。杀你个头！那4个家伙是黄泉圣地的4大判官，全都是化神境，我对上他们也只有被杀的份儿。这里似乎真的是古仙曾经修炼的道场，周围还真说不定能发现秘宝。就在此时，一旁的秦武瑶忽然兴奋道：“此言一出，鹿晗顿时被吸引了注意。四周有些货架一样的摆设，上面都是些瓶瓶罐罐。鹿晗兴奋地和秦武瑶在周围开始探宝。一番寻找后，秦武瑶叹息道：“好可惜，这些瓶瓶罐罐基本都是空的，偶尔有些里面有东西，也因为时间太久而失去了药力。”就在这时，鹿晗手中的瓶子里散发出一股浓烈的药香。我去，这什么丹药这么香？听到鹿晗的惊呼，严天星忍不住凑了过来。这是已经失传的元婴丹，远古时期的元婴丹的丹方早就失传了，现在的世界上根本就不存在元婴丹，这也是目前很多人卡在金丹期的主要原因。这里面有10几颗，我吃1颗应该就能进阶元婴了。说到这里，严天星忽然古怪地看向鹿晗，还没来得及问你，刚才你在外面干了啥？为什么吸收了那里的道运，但却没有突破元婴？我也不是很明确，那些道运倒是被我收集起来了，只不过暂时还不知道作用。它们融入了我的神魂，可以随意调用。说着，鹿晗另一只手张开，丝丝缕缕的七彩道运很快就凝结成一个团，出现在鹿晗的掌心，缓缓地旋转着。收起来吧，你之所以无法使用，是因为你现在境界太低，还达不到操控道运产生作用的境界。一同被鹿晗收起来的还有元婴丹，他没有现在去吃，外面那几个家伙随时会跟进来，也不可能在这个节骨眼上突破。就在这时，另一边的秦武瑶小声嘀咕道：“这个古仙不会也是个酒鬼吧？”听到这话，鹿晗连忙跑了过去。当他看到墙角摆放着一个个杂乱的酒坛子时，也忍不住感叹道：“若是能留下来一坛子，那该多好！古仙留下来的美酒，放到现在至少也是1000年佳酿啊！”鹿晗不甘心的在酒坛子里面翻找，没想到还真被他找到一坛不是空的。他用手在里面抠出一小口黏糊糊、白玉膏一般的东西。酒膏？什么是酒膏？我也只是在一些古籍中看到过记载，一些古酒年代久远之后会逐渐形成酒膏，比烈酒更烈。鹿晗想了想，直接一仰头，将酒坛里的那一小口酒膏送进嘴里。酒膏入口，瞬间当即炸开，雄浑的酒力冲击而入。鹿晗直接脑子一猛，呆在地。意识沉沦前的最后1秒，他听到了系统提示音：畅饮1000年酒膏，获得修为1000年。这小子怎么说喝就喝？严天星说着便上前查看鹿晗的状况。严姨，他怎么样了？酒力冲击之下彻底醉了，但奇怪的是，这小子丹田内的灵力在疯狂的滋生。此时严天星都懵了，正常修士想要获得灵力，只有通过修炼，而鹿晗丹田内的灵力仿佛凭空产生，现在随便暴涨一下，都是别人苦修几年甚至数十年的修为。难道灵力来自于刚才的酒膏？那酒膏那么夸张吗？严天星立刻就摇了摇头。那酒膏本身并不特别珍贵，佳酿而已，只是存放年代久远成了酒膏，但充其量也只是美酒，并无灵力。就在二人琢磨鹿晗丹田内的灵力从哪来的时候，突然周围的8灯盘龙不向着鹿。秦武瑶吓了一跳，想要上前将鹿晗拉开，却被严天星阻止了。这些能量在帮助鹿晗扩展丹田识海，强化肉身。就在这时，鹿晗的身边，甚至身体之上，竟然开始绽放出一朵朵红莲结火，顷刻间就将鹿晗吞没。红莲结火环绕鹿晗周身，却未造成丝毫灼烧，诡异的场面让严天星二人面面相觑。这结火怎会对他毫无伤害？诡异景象并未持续太久，片刻后，鹿晗周身的红莲结火顺着他的衣襟收缩，最终尽数退回其体内，仿佛从未出现。严天星刚想上前查看鹿晗的状态，一声狂笑声突然闯入。这里果然是古仙道场，此乃我黄泉圣地的造化。严天星闻声望去，黄泉圣地的4大判官已然闯入，他们身后还跟着圣女颜露。与此同时，4人也在看着严天星和秦武瑶。秘宝多半被他们搜刮过了，杀了他们。颜露，你去附近继续搜集，不必插手这边。几人来时是踩着鹿晗先前留下的火莲缺口，一步一挪的进来，消耗了不少功夫。此刻他们认定场内的宝物已被严天星3人取走，严天星3人此刻在他们眼里早已是必死之人。你们要杀我可以，但秦武瑶是瑶池圣地圣女，你们若动了她，可曾想过后果？杀你儿子的是我，与他们无关。
严天星边说边用余光瞥向昏迷的鹿晗，他只盼鹿晗能尽快苏醒。凭他的建议，三人或许还有突围的机会。杀了尔等，谁能知道是我们做的？方才洞天内修炼的那几个宗门的人，我已经派人拦截斩杀，放心，谁也不会知道的。四大判官不再废话，齐齐朝严天星扑去，目标很明确，就是先击杀严天星，再除秦武瑶，最后处理毫无威胁的鹿晗。严天星无奈，只能打起12分精神迎战四大判官。秦武瑶别看但说也是化神境，虽然只有初期，但天机楼手段诡异莫测，终究是第二。没过多久，严天星和秦武瑶便被压制得喘不过气，身上已添了好几道伤口。严姨，小心他们的合围。空妹古钱起，古钱浮空后滴溜溜震荡，瞬间化作一道银白屏障挡在二人身前。四大判官的攻击砸在屏障，大厅轰隆震。屏障却纹丝不动。空妹古钱，玉姬子倒真舍得给你这丫头，但没用，尔等今日必葬身于此。四人迅速站定方位，周身灵力翻涌，显然要出杀招。秦武瑶脸色发白，空妹古钱防护虽强，可他境界不足，撑不了多久。他与严天星对视一眼，眼底满是不甘。就在此时，躺在地上的鹿晗忽然睁开双眼，眼神还有些迷糊。他记得自己喝了酒高醉倒，也记得获得了千年修为，却不知醉了多久，脑袋里竟无半分宿醉的后遗症。恭喜宿主成功宿醉一次，获得宿醉奖励，仙法万剑归宗。仙法？难道宿醉奖励和酒的年份有关？鹿晗刚想细想，余光便扫到了战局。严天星和秦武瑶此时身上带伤，气息杂乱，四大判官正蓄势待发。鹿晗站起身才发觉身体与先前大不相同，神魂中既有双寒剑意，又有结火剑意，二者水乳交融，竟无半分冲突。四大判官瞥了眼鹿晗，满是不屑。一个金丹小辈也配凑着热闹？鹿晗未理会四大判官，却突然盯住了不远处的颜洛。他正从自己先前醉倒的酒坛旁拎起一壶造型精美的酒壶，壶中是清亮的液体，并非酒膏，显然是极品美酒。一口酒膏就给了千年修为，这壶酒要是到手，那岂不是？嘿嘿。颜洛瞥了眼酒壶，没当回事，随手就收进了储物袋，继续低头寻宝。鹿晗心头一急，拎着降玉就朝颜洛走去。好东西可不能被浪费了。鹿晗危险，快回来！四大判官中的雷泰见鹿晗无视自己扑向颜洛，怒喝一声，挥舞着双腿闪身拦在鹿晗身前，对着他当头砸下。小辈找死！鹿晗吃了一惊，他虽然可以秒杀化神，但对方的速度显然比他要快得多。鹿晗可以秒杀对方，对方也可以秒杀鹿晗。想到这里，鹿晗毫不犹豫，抬起降玉对着雷泰就踢出了剑招屠神。降玉剑泛起紫黑色光芒，看似简单的一挥，可雷泰却浑身汗毛炸起，一股强烈的死亡威胁袭来。他下意识转攻为守，双锤交叉挡在身前。雷泰这家伙搞什么鬼？捏死个金丹还要格挡？下一秒，所有人都僵住，降玉如切豆腐般将雷泰的玄阶双锤被直接切开。雷泰脸色大变，想到退，却发现周身时空四倍制，根本动不了。护体罡气，护身宝甲。金甲虚影在雷泰身上浮现，可这一切都是徒劳。雷泰直接被降玉切成了两半，整个大厅瞬间死寂。电光火石间，一个金丹境的小辈竟一剑斩杀了化神境的雷泰。四大判官剩下三人傻眼，严天星和秦武瑶也忘了动作，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鹿晗身上。没想到一剑屠神的效果如此炸裂，规则层面粉碎任何防御，只取本体性命，效果比想象中的还要好。颜洛看着雷泰的尸体，瞳孔的一缩，他虽为元婴巅峰，却在鹿晗身上感受到了刺骨的死亡气息。他下意识往后退了2步，鹿晗则是目光紧盯颜洛，盯着降玉再次朝他冲去，眼中只有那壶被收进储物袋的美酒。小辈休伤圣女。判官甲不敢大意，一出手便是杀招，想凭化神境修为直接镇杀鹿晗，可鹿晗更快，手腕降玉再次泛起紫黑色光芒，无神剑招再出。那判官如雷泰般浑身汗毛倒竖，死亡的恐惧压过了所有念头。他下意识放弃攻击，抬手格挡，可这本能的防御毫无用处。降玉剑刃，他连惨叫都没来得及，便当场暴毙。这小辈有古怪，走。剩下2位判官彻底慌了，他们没有想到一个金丹境的小却能瞬间秒杀2位判官。严天星这时来到鹿晗身旁，看着地上2具判官尸体，彻底傻了眼。同为化神境，我若与鹿晗为敌，怕也是同样的下场。鹿晗没理会严天星，依旧追着颜洛。拿着玄铁折扇的判官看出鹿晗的意图，咬牙停下脚步，手中玄铁折扇展开，挡在甬道口。你带圣女快走，我来拖住他。另一位判官知道事情的紧急，也顾不上多言，拽着颜洛就往甬道冲，然后小心翼翼地踩着来时的路折返。此时此刻，他们肠子都悔青了。鹿晗见颜洛要逃，双寒剑意骤然爆发，想带酒走没门。你想动我家圣女，先过我这一关。他声音颤抖，心里的恐惧早就占据了大脑。鹿晗瞥了他一眼，直接一记屠神，错身而滚。那判官连反抗都没来得及反抗，就倒地而亡。甬道内的判官和颜洛看到拦路的判官瞬间被杀，吓得魂飞魄散。妈呀，这是个什么怪物？颜洛回去之后一定禀告圣主，这怕是九黎圣地早就准备好对付我们黄泉圣地的秘密武器。